对一个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海洋更不像我们居住的家园了。但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人类自己，都起源于海洋。万种生命姿态在其中悠游曼妙。有高等社交智慧的哺乳动物，更是唯一能遇见地球上最大掠食者的地方。抹香鲸10几公尺的身长，重达5万公斤，是我体重的1000倍。它们的身影只出现在地球的3大洋，但洄游迁徙的习性，让我们在这片蔚蓝之中惊奇相遇。我的家乡台湾，位在太平洋西缘，北回归线穿越，是一座被大海包围的美丽岛屿。群山耸立，生态丰富，黑潮暖流与板块断层更吸引来自大洋的访客。全世界90种鲸豚，1/3在此现踪。来自极地的狂鹰飞鸟，不惜横越万里，年年造访。濒危的绿海龟，旅行大洋数十年后，仍要找寻破壳而出的那片金色沙滩。数十年来，我们的足迹让这片海洋、这座岛屿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样貌。我们必须改变。人类存在着一种天性，渴望去探索未知的地方。从荒野到高山，沙漠到极地，我们的足迹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但唯一没有被人类征服的地方，就是海洋。从古至今，人类对大海的探索从未断过。从对它好奇，到心存敬畏，甚至认为我们就是来自那里。但辽阔的海洋
人类却只了解其中的5%，绝大部分的我们更是一无所知。还有什么地方比家乡海域更值得探索？那今天的浪还算好吗？这好啊，好啊，这个算风平浪静。我们今天要出海多远的地方？超过5海里了。领航者廖鸿基老师是知名的海洋文学作家，曾是职业讨海员，如今用一生的漂流述说大海的奇幻。他更是台湾第1位鲸豚观察家，海上巡鲸将近30年。此行我们正是要找寻一头不寻常的鲸鱼——花小香。2014年第一次被记录的时候，他还是小朋友啊，因为在花莲海一出没，让他姓花。那小就是小朋友，那香就是抹香鲸的香啊，所以称他花小香。5年10次来到花莲海域，他会主动的亲近船边。抹香鲸把台湾东部海域当成他们的家，那不断的接近我们，但是台湾社会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让台湾社会知道，最具代表台湾的野生动物应该是抹香鲸。抹香鲸是仅次于蓝鲸地球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但要遇上它绝非易事。那道流线水，越往外头，你看那个后面那个水色很深，那个就差不多是黑潮主流的。黑潮，地球第2大洋流，沿着菲律宾东岸向北，穿过台湾东部海域，经日本与清朝相遇，之后汇入北太平洋洋流。水质清澈温暖，颜色比一般海水深邃，因而得名。200公里的宽度，也因为流速快，让洄游型鱼类就像搭上一条海底高速公路般快速飘向北方。而台湾东海岸也正好位处菲律宾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挤压隐没交界之处，海盆平均深度达6000公尺，也就能吸引大洋中最顶级的掠食者。鲸豚一族以体型区分，大者称鲸，小者叫豚。眼前数百只小三角背鳍的明显特征，它们是佛氏海豚。一大群。紧接着，另一批海上大军也来到我们的船首乘浪。身形纤细，3层体色，它们是长吻飞旋海豚，也是东海岸目击率最高的常客。哇哦！
讨海人都知道，每年春夏，这些来自大洋的访客会顺着黑潮回游，在花东外海出没。但浩渺无垠的太平洋，高深莫测又喜怒无常。我们想要找到特定的一头鲸，犹如大海捞针。过去，台湾对于抹香鲸的了解或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但在文学名著《白鲸记》书中描述，雅哈船长为了猎捕一头名为莫比迪克的白色抹香鲸，曾经过福尔摩沙，途中多次和抹香鲸搏斗，地点就在我身处的东部海域。17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在寻鲸，但即使置身在深海巨鲸可能出没的14海里之外，但要遇见它们的几率依旧微乎其微。深蓝海面上的白花喷气，成了众人的期待。突然间，7、8只鲸鱼向我们船只靠近。定睛一看，竟是罕见的喙鲸，而且极可能是新物种。露出海面的嘴喙，跟平鼻的嘴喙非常非常像，对，它们有可能是平鼻喙鲸，应该是台湾的第一次记录。喙鲸是自然界的潜水冠军，最深纪录达3000公尺，但生性害羞，鲜少露出水面，人类对它们知之甚少。通常都是1只2只，很少看到这么一群哈。它是一群，而且是在游动的状态，而且还让船只靠近到这样的距离。哇，所以这是第一次。对，我们出海20、30年也是第一次看到喙鲸有这样的行为。所以我们有可能会发现新物种。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我们能与这群喙鲸不期而遇，实属万幸。科学家估算，仍有高达90%的海洋生物还未被发现。眼前这群喙鲸极有可能为台湾写下新纪录。但花小香，你究竟在哪里？喷起来了，喷气！仿佛漂流木般的巨大身影，在海面上载浮载沉。三只，外面有3只。抹香鲸，地球上最大的齿鲸，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体型可以超过20公尺，重达7万公斤。头部占了全身1/3的比例，和斜45度角的喷气孔，让它在鲸豚家族里显得独一无二。超大肺活量，更让它们可以潜到2000多公尺深的海底，待上1个多小时。体型巨大，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上几百公斤的食物。身上的皱褶多半是在觅食大王鱿鱼时搏斗留下的痕迹，而尾鳍的缺刻则代表着大王的力量。
对于鲸类这种庞大又神秘的生命描写，最古老的记录是在旧约圣经里说到先知约拿被鲸鱼吞下肚的故事。虽然真假无可考据，但在抹香鲸的面前，我们的确显得渺小。但眼前的巨鲸其实只是一群少年鸟。这个阶段，他们就是4、5只、5、6只，成为一个青少年组。就在我们正前方，大概可能才10几公尺的地方，就有一只小的抹香鲸。遇上年轻的雄鲸群体，让我们寻找花小香的信心大增。而这时候，远方竟有更巨大的身影接近。这是一对母子档。刚出生的抹香鲸宝宝体长就有4公尺，重达1公吨。但它始终依偎在母亲身边，显然还没断奶。生下来就是超级大宝宝了，通常鲸豚怀孕期比较长，因为避免被天敌猎食嘛，大概生长都已经是1/3左右了。鲸奶也非常有营养啊，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都非常高。平常这样子大概就是吃奶状况吧。抹香鲸的孕期长达16个月。哺乳期至少2年，平均5年才会生1胎，繁殖速度非常缓慢。它们无论是形体构造或是生活习性，都明显异于我们。但母爱的天性，人与鲸此刻竟是如此相近。宝宝的阶段对于鲸豚来说是比较弱的阶段，像大白鲨这一类的，或者像虎鲸这一类的，都有可能去伤害他们的宝宝，所以妈妈会非常谨慎，尽量把它拉在身边。所以宝宝就是会跟紧妈妈的身边，一方面是哺乳的需要，一方面是保护它。看到像这样子的画面都看起来蛮温馨的。对啊，太感动。只是这样的母子团，我倒是第一次看到是独立的。我们看到的母子抹香鲸，就在台湾海域。它们平常栖息在1000公尺深的太平洋，只有在换气或浮上休息时，才是人鲸交汇的时刻。台湾拥有这样的生态，特别是深海的生态真的是很难得了。十分确定，这一群太平洋抹香鲸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在台湾沿海生活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没有找到花小香，却遇见她的同族们。能亲眼见到母鲸带着新生儿，更是非比寻常的奇缘。我
仿佛也正与伟大的未知靠近。20多年来，在综合多位海上调查研究者的目击资料以及 Photo ID， 确立了在台湾海域发现的鲸豚种类竟高达33种，超过全球1/3。种类丰富，让国际科学家都称羡不已。有智者曾说过，在野生动物身上能看见神的旨意。这些海中巨人与精灵来到台湾海域，身上是否也带着来自太平洋的神秘讯息？生命起源于海洋，但鲸豚的祖先却在几千万年前从陆地返回海洋，从此为了换一口气，一生必须浮浮沉沉。到底是怎样的生命会选择这样的生存方式？因此，有科学家就认为，在地球上人类最难以理解的一个物种就是鲸豚。我们会有一个名词，把它叫2次适应。在6000多万年前，有一群特别的生物忽然发现到说，好像到海里面讨生活也不错，所以他们就开始。鲸豚的诞生，对投入生物研究长达30年的姚秋如博士来说，是个令人着迷的演化正曲。为了适应大海，鲸豚从头到尾大变身，但外形看似鱼，内部却还是哺乳动物。像我们一样，必须用肺呼吸，因此睡觉时2个大脑必须轮流休息。一半的脑休息，然后一半的脑还醒着，可以控制它游泳啊，然后可以上下换气。如果睡死了，然后忘记游到上面换气的话，那有可能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而鲸豚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最后1里路，就是发展出神奇的回声定位。它们发生的部位是在鼻孔附近喉唇，压力的关系使得这边的喉唇会高速的震动。没有声带的鲸豚却有个特殊的构造，喉唇和额笼，借由震动发出声波，碰撞到物体反弹传回讯息，可说是鲸豚的声呐语言。它就可以借由这个声波的传递去分析它的前方到底是要往前追，因为前面有一群鱼，或者是前面有障碍物。其美国要了解声呐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训练了很多的海豚，然后来做这样的实验。所以那时候发现说，哇，海豚真的很厉害，它的声波可以在100公尺远的地方就可以侦测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小的网球的材质是橡皮的还是木头的。它事实上它完全同样对鲸豚通讯演化感到好奇不解的，还有于心怡博士。1998年，他开始出海寻鲸，进行水下录音，收录了鲸豚声音的珍贵样本。那么我相信它很特别，他们的声音叫做密码曲，就是他们很像我们的摩斯密码。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暗号，对，你看听下去每一声哒哒哒。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这么慢？是因为他们在大范围的探测。水面上我们只听见喷气，却没想到在水底下竟能录到抹香鲸沟通的语言。而在海豚身上也是如此。
然后接下来是花纹海豚。好像娃娃在说话。我们会觉得这个声音很可爱哦。那其实花纹海豚这种声音特别多，这种情绪性的脉冲声。前进的时候会听到像这样的所谓的哨叫声，音就是刚刚那个会冒泡泡的那个哨叫声。鲸豚一族的语言我们难以听见，更遑论了解。我觉得光人类的人脑就没有办法处理回声定位这样子的资讯。海军的雷达或鱼探器，它都要透过仪器来处理。他们的这个处理讯号的能力，事实上绝对比人脑来的更为复杂。人类孕育于听觉，诞生于视觉，但在大洋穿越千里的鲸豚，显然是用声音来建构世界。它们有着超乎我们想象且无法比拟的能力。这些来自海里的歌声，仿佛在召唤，却充满神秘。除了定位和猎食，鲸豚的声音里是否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录一下有人在里面互动的时候，它的叫声跟它平常就一只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圈养鲸豚备受争议，更已被国际普遍禁绝。而台湾仍存在少数机构，但也反思转型，协助科学研究，尽力弥补当年为了满足人类欲望，却让海豚远离家园的血腥罪过。在野外做实验，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利用圈养的海豚来进行他们的关于听力上面的研究。我们随着研究鲸豚20多年的杨伟成博士与实验团队，试图解开全世界科学家和军方半世纪以来都想破解的谜题：海豚究竟在想什么？这只有着像奶瓶般喙嘴的平鼻海豚叫做波妞，是录音的实验对象。我们在岸边观察，20分钟过去，波妞没有任何特殊反应或是发声。但是，当我们将水中录音档案放进电脑后，哇哦！哇哦！哇哦！海豚音，恐怖片。水面上我们完全无法听见的歌声，在水下的世界竟是如此飞扬，令人惊艳。科学界称这多元的声音为哨声和脉冲声，以及两者合一的 combo 组合。电脑上的录音波形清楚显示复杂的程度，但它究竟是如何在同时间发出多重的声音，令人不解。但是，当照养员离开后，波妞也恢复了安静，只发出单调的咔嗒声。人离开了，所以没有人的时候，它就安静很多哎。很粗略的知道他跟人互动的时候，真的很夸张。它就好像变成那种
有一群幼稚园的小朋友在玩。因为海豚的社会是跟人类非常相像。我们尝试将这些在陆地上完全听不见的声音，透过科技来解构他们的语言，更试图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24岁的平鼻海豚恰吉是第2个受测对象。人类对声波的感知范围是20到2万赫兹，但海豚则能够听到频率高达16万赫兹的声音。它们对于我们听不到的高频非常敏感，一些我们不以为意的声响，可能就会对鲸豚产生致命的伤害。一些船只噪音的污染，人类声呐的使用，或在水中的一些爆破、风力发电的开发，有可能会让海豚的听力受到影响，或者是让他们的情绪受到影响。就当它正常的时候，它也许发出的声音是比较多变的，有施工有一些噪音的时候，他们好像突然声音就变少，然后某一些声音会消失，是我们在水面上是完全看不到的。但如果你去看录音的档案的时候，会发现，很明显的差别。人类总认为大脑重量与我们相差不大，又能理解复杂手势的海豚，可能是地球上除了人之外最聪明的一种动物。但讽刺的是，人类花了几十年开发的声呐探测系统，实际上正是在学习鲸豚已经沿用数千万年的本能习性。比如说有人会说海豚的智商相当于几岁的小朋友，那我觉得那是侮辱海豚。我认为他们是海里面的人类，它在海里面所需要运用到的智慧跟陆地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海豚，我觉得你好像跟我一样的复杂。人类在遇到这种复杂动物的时候，会有这种同理心出现，会觉得说，我想要多认识你一点。但是在我们科学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更多的认识海豚之后，我们反而更不了解它了。有些生活的智慧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动物，觉得说，它的智慧就是小学生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就是骄傲。有人说，海豚的微笑是自然界最高明的伪装。永远上扬的嘴角，让人们误以为它们总是很快乐。但人与鲸最初的相遇，却是杀戮的开始。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捕杀鲸豚。在没有电灯的年代，靠着精油点亮世界。特别是抹香鲸头部的鲸脑油最为名贵。人类的鱼叉连冰冻极地都没放过。我们就曾在北冰洋目睹骇人的鲸鱼坟场。这片裸露的岩石块就是北极圈的鲸鱼坟场，在1612到1800年间，光是20世纪，至少300万头鲸鱼遭到人类屠杀。血腥的数字记录了曾经的存在与永远的消失。直到1986年，石油取代鲸油，商业捕鲸才宣告终止。但途经的悲歌也曾出现在100年前的台湾。
恒春政志里头有写到，捕鲸历史里面，这个海域有记录杀害的大翅鲸700多头。恒春半岛海域为东天礁的这一群大翅鲸，被我们赶尽杀绝了。我们大概杀的一头都不剩嘛。我觉得更大的遗憾是，台湾没有几个人知道，曾经有一群是我们的家人，名字叫做大翅鲸，被我们杀光了。黑潮暖流让垦丁南湾也曾是巨鲸翻腾的乐园。短短70年间，台湾捕杀超过2500只鲸豚。直到1981年，美国施压，才不再捕鲸。但真正让鲸豚从渔获食物变成保育动物的转捩点，是1990年的澎湖沙港事件。非常幸运的澎湖县湖西乡沙港村的居民，在最近短短的2个月当中，第3次又从海上游来的一群海豚当中捕获了许多。这里有海豚，就把它围起来，上面用那个竹竿的什么敲声音，它就会怕就会一直进来。以前有那个绿色组织看我们在杀海豚，把那个影片播放出去，就不能抓了。当地渔民正是运用海豚成群的天性与回声定位的特性，让他们陷入人类的罗网之中。百年杀豚习俗走入历史，台湾海域的鲸豚也终于获得喘息。一对对鲸豚游向我的灵魂深处，他们曾经牺牲了自己，滋养了人类，更点亮了这个世界。在衣食早已无缺的今天，我们是否也能伸出友善的手？此时，我尘封已久的海洋本能似乎被唤醒。心中开始向往那道海平线背后的神秘国度。我们继续随着黑潮漂流，向这片孕育生命的水下潜去。海底世界幽静深邃，难以自在呼吸。多数人会感到恐惧、压力，但陆地上所有脊椎动物，包括我们，都是从海里的鱼抢滩登陆演化而来。而有些动物却和鲸豚一样，依旧对大海存在着迷恋，像是海龟。早在3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比恐龙还古老。祖先是淡水龟，但在演化过程中，改由陆地返回浩瀚瑰丽的大海，成为海里的爬行动物。但和歌声飞扬的鲸豚不同，海龟是个沉默的旅行者，而且还保留了祖先的繁殖方式。不管漂泊到何方，母龟总是会返回出生的沙滩上产卵，繁衍后代。这样独特的生命历程，就让台湾离岛成为全世界少数绿蜥龟的故乡。当鲸豚一族乘着黑潮迁徙的时刻，
也正是这些大洋旅行者返乡繁殖的季节。面积只有7平方公里的澎湖望安，是台湾第一个绿蜥龟产卵保护区。湛蓝海水、贝壳沙滩，就是它们的诞生地。139也很特别，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记录，一直到现在，每隔3年左右它就会回来一次。编号139是有记录以来最忠诚也最传奇的母亲。保育海龟长达25年的研究者陈九龄与他的团队，每年5到10月都会在望安岛6个产卵保护区巡守监测，守护海龟家族。第一窝生完之后，隔2个礼拜的时间会再下第2窝。一只母龟在产卵季最多会产下9窝蛋。我们在经过官方审查批准后，也参与了这项保育计划。为了躲避天敌，月亮初升，涨潮前的2小时，通常是母龟上岸的时刻。因此，披星戴月的巡视沙滩成了我们的首要工作。这一晚，月光微弱，但突然间，一个巨大身影在白色浪花中若隐若现。它会是139吗？因为没有防御能力，刚上岸的母龟对周遭环境十分警戒。我们关起所有照明设备，躲到下风处，安静地观察，避免惊扰到它。直到母龟挖了一个可以容纳自己身躯的体洞，以及产卵的小洞后，在官方保育人员引领之下，我们才得以靠近观察。我看到蛋了。白色晶莹，犹如乒乓球的龟卵，一颗接着一颗落下。母龟开始生产了。生孩子很痛，海龟也会。它没有办法找医生来帮它做无痛分娩的时候，它只好自己来。体内会产生像吗啡的这种物质，麻醉止痛。所以这个时候它对周遭环境的灵敏度相对而言就降低很多，就是为了把它的蛋给生完，完成它繁衍下一代的任务。母龟此时半梦半醒，也是研究人员要确认身份的时刻。北边了，它是139，母龟，真的是139。近距离观察，它的龟甲超过1公尺长，是只巨型的母海龟。返乡产卵已经将近30年。一窝蛋平均来讲，大概110颗左右的蛋。一头母龟生完大概少了5公斤。它为了回来生蛋的时候它一定要让自己的能量储存是最棒的。海龟20岁就性成熟，139是位资深的母亲。能目睹传奇母龟繁衍后代的过程，让我们又惊又喜。100多颗蛋终于落地，但139的任务还没完成。它就是先把它的洞给藏起来，把它的蛋给保护好，
刚生完一窝蛋的它，显然已经精疲力尽。我们在现场甚至能听见它的喘气声。它的眼眶湿湿的，这是因为产卵时盐分会从眼睛排出，但看起来就像是在流泪。眼前这一幕让我的内心感动不已，因为对海龟妈妈来说，即使一生可能都不会再见到自己的 baby， 但他们依旧奋不顾身地冒险上岸，完成延续种族的使命。无怨无悔的无敌母爱，或许正是这个古老生命能存在地球3亿年的原因。东方发白，139也终于完成任务，准备返回大海。这个夏天，对将近50岁的139来说，或许是最后一次上岸产卵了。但即使疲惫，仍要信守誓约。从半夜12点到此刻，历经5个半小时，我们何其有幸，守候一整晚，见证古老生命的奇迹。他经历大洋，迢迢旅程，重返故乡，我们的岛屿。人与海龟的年年相遇，绝不是偶然。沉默的他，身上是否带着海洋的神秘讯息？而50天后，他的后代也将跟随母亲的脚步，从诞生陆地返回大海故乡。那将是另一场生命的奋斗。但小海龟们能否顺利诞生？当它们返回大洋后，又将面临何种挑战？那你可以摸摸看，水有没有渐渐不见了？有哈，有呢。有没有好厉害？这是不是神奇的环保砖块？对。幼儿园的老师正在跟小朋友解释，铺在地上的环保地砖，原来原料不全是砂石，而是废胶条。我们是用物理的方式，那将我们的废胶条做成透水性的环保砖。那在这些制成过程当中所产出来的这些废胶条，然后赋予它有个新的一个去处，那取代先前的焚化跟掩埋的处理方式。用废胶条压制成的地砖透水性极佳，对于打造海绵城市有着相当大的帮助。不过循环经济创新技术再进化，废胶条还能精炼出2氧化硒，再回用于制成端。2氧化硒是主要有个应用在玻璃、陶瓷工业及耐火材料的产业，能够将2氧化硒
作为脱模膜饼及胶饼回到我们公司的制程，能够重复的再使用。日月光一直在找寻废弃物再利用的机会，像是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气泡袋、泡棉，甚至是塑胶袋、保丽龙等废弃物，将回收的废塑胶破碎，再经由压缩造粒，最后吹袋制成环保清洁袋，还能一直反复回收使用。那我们也在想办法说，利用一些创新的技术。那将这些原本需要去做粉化处理的废塑胶，能够做到一个废弃物再利用的一个方式。循环再生非常环保的商业模式，也套用在研磨废水中，将使用后的研磨废水将其中的细阻拦变成细泥，最后再去除水分，再将细粒压磨成为细锭。研磨废水这一股里面的细的浓度含量非常的高，觉得它非常有价值。然后我们去找到一些新创技术，然后去提炼出它的整个细的一个过程，所以也因为这样产生一个细粒。那细锭可以做成钢铁业的一个取代细铁作为升温剂的一个利用。不仅如此，像是绝缘电木板也会在半导体和光电产业中大量使用。透过循环科技，把再制的活性炭用于封装制成的废水废气净化处理中，发挥最大效益，让每一个废弃物找到它可以再利用的一个机会。那也更希望的是，让每一个再利用的产品能够回到我们公司内部使用。以高值低碳减废智慧为主轴，推动循环经济，结合上下游厂商创造极大化的回收效益，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达到永续经营的理念。借着这样的一个分类、回收、破碎、整理，能够让每一个废塑胶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循环再利用一个机会，达到2030年真的100% 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循环。循环经济创造产业链的循环共生，废液制成低碳原料，城市采矿的绿色经济，真实现在你我生活之中。东森新闻综合报道。